给消息，不管在日本、在德国、在葡萄牙、在英国，不送吗？玩乐团，把我的世界打开了，我就不可能再关起来嘛。我发现有这么多好玩的事情，我只是很喜欢很多的观众，大家聚在一起，然后那个能量反应过来的，会让你觉得你好像有100倍、1000倍以上的力量。我是一个会把梦想想很大的，而且我觉得一定要实现。我们这个 generation 一定会看到这个社会整个体制变好，因为我有这个梦想。从小爸爸妈妈2个人都在工作，所以他们蛮希望我可以自己去找到一些我喜欢的事，所以他们会小时候让我学很多东西，包括游泳啊、音乐啊、绘画啊。那我学了这么多好玩的东西，结果爸爸妈妈会跟我讲说，你国中再来要考高中了，所以你不要再弄这些了。那我当然会觉得，那不是你们叫我去学的吗？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管他们啊。例如说，在学校继续当合唱团的伴奏啦，自己继续都在画漫画啊。那这些事情，我希望可以有自己选择的机会啊。这一整批里面，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筋肉人的。然后七龙珠是我从很小就很喜欢的漫画。我小时候一直在做学艺鼓掌，我是非常喜欢画图的人，到现在也还是。但是我现在也没有时间画。上课的时候也要画，下课的时候才可以赶快把新的进展给隔壁班的人看，因为有人要传阅这样啊。朝会都不去嘛，也在画。老师就巡堂回来就发现我在画，直接说要把我退学，说我都丑化老师。从我国中、高中开始一直听摇滚乐以后，尤其是 metal， 我听到的音乐的那个激动，比看到漫画的激动都还要大。遇到任何的学校的不顺遂啦、家庭生活的不顺遂啊等等，都是靠音乐来抒发的。所以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发现，我的生活跟音乐越来越结合在一起。在作文本子上面写说我长大要干嘛的，其实就是玩乐团的。国中的时候就写的，那我也一直记得我有这样写，所以不太容易放弃这件事情。我会要求自己有规律，生活用规律，就是为了要来满足我需要探索的那一块。我有帮自己排个固定课表，每个礼拜有好多的不一样性质的工作。有的时候你没办法很轻松的去理出 priority。每天这样游泳啊，都是一个重组的机会啦，有点像重开机。游泳的时候，几乎全身每一寸肌肉都会用到。蝶是冲出水面换气的时候，最有在飞的感觉，真的有挣脱地心引力的感觉。不过对我来讲，就是不管有什么事，最重要还是找到自己那个 peace 吧。所以它比其他运动还让我喜欢一点。游泳比较 old school 哦。这算是我游完泳以后，把一天要做的事情开始分类处理。
我出门的地方很定点，每个礼拜几乎都是这些地方。宅男啊，大家都说我宅啊。音乐飞到，音乐飞到，然后我会在你旁边告诉你说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。好 ，Fred 准备了 ，Fred 请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弹钢琴表演了，我是一定要很清楚到我要弹什么，我才能弹的，我没有办法跟着大家这样乱卷，对方的盛情难却。我这几年几乎都练琴练到很晚了，练到3、4点，以后我也不要再答应这种事情了。太紧张了，而且大家站那么近，算了，不堪回首，不要想。我在家里通常是在组织灵感，你通常是编曲来。之前的歌应该说没有那么自然啊，之前的歌都是先写 metal。先想说我现在在写一个重金属的歌曲，然后再把它加一些台湾的元素进去。现在写歌都变成是就写很台的歌曲，再把它加重。写歌很烦啊，写歌很累，有的时候组织这些东西，但是表演的时候就是最舒服的时候。但是想要写台语，还是因为其实是感觉安尼较自然。写英文你能够写什么？最后也是 Together Forever， 要一直写啊！你 Together Forever 可以写20首吗？所以讲我后来开始我都回来读台语文啊，看台湾的历史，看小说啊，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一些生活经验吧。我觉得台湾有很多这种东西是挖掘不完的。慢慢的就是发现还是写台语最顺。那唱台语的时候能够完全的抒发我想要唱的东西。在演唱会的时候，我们的乐迷都是朝着那个台上一直挥拳的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拳头啊。那为什么在拳头上面会写 soul？ 我在现场无数个几千个拳头，感觉到的是所有的人灵魂的力量，而不只是拳头而已。这一次能够参加这个活动，其实对我来讲自己非常的高兴，不只是因为它跟公益有关，我想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让我又可以有一个机会来画图。所有挺反你的都知道，就是务必要挺西藏，这没有任何问题，对不对？然后在我们出入口那边有国际特色组织的摊位，今天每一个人至少要写1封救援信，好不好？我是一个看任何不公平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当作没看到的人啊。担任国际特色组织的理事长，就是2010年之后。以一个音乐人的态度，然后你要知道谁正在受迫害，你可以怎么帮忙，真的变成去做。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学习，而且我有这个信念，觉得我们这个 generation 一定会看到这个社会整个体制变好，因为我有这个梦想。我是蛮早，在17、18岁的时候就有一个体悟，觉得生命不够。那我18岁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很痛苦。我发现我已经花掉我生命的1/4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大哭一场。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是要活着干嘛的这件事。所以我记得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一直在努力的锻炼自己，要把自己的时间用在想要做的事情上面。
像策展啊，做 live house 啊，然后办演唱会啊，这些都是伴着闪灵而出现的事。The Wall 从90年代闪灵组成以后啊，不管是表演或是去看别人表演啊，就是慢慢知道别人的表演，听 live house 至少要有怎么样子的规格。做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办法回收啦。每一次如果好像有一点收入了，就又全部又丢进去做灯光啦，所以我们现在都还是负债累累。我并没有真的期待说他有一天可以给我什么回馈，我永远都是要再继续想办法找到一些钱来投资或是来 support 这一个事情。但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永远都在。时间真的稍纵即逝，从那时候18岁，我现在又快37岁，已经又熬过一个18年了。我也会回想，从我有那一个体悟到现在的这18年，我有做了更多嘛？至少我有闪灵。然后闪灵今天走到了这个地步啊，是我回去到，如果我遇到国中时代的我自己，我不会对不起他。我不敢讲哪个什么状况就是完美的啦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让今天比昨天好啊。对啊，会想看呢，想知道自己游泳看像不像老人呢？不会很早真好啊。对啦，比我们其他都好一点。那要是你在家里能够生出什么，你还好吗？你在找什么？你还好吗？哦。哎呦呀！国中、高中的时候，大家都会一起说去那个把妹嘛。我应该是我们那一整群里面，就是几乎就马上行动了，然后去要电话。他们也都觉得很可怕，跟我一起去的话，如果马上一讲，我就马上冲了这样。如果人可以活个300-400年的话，我应该就会去当漫画家了，花个50年当漫画家试试看。